生你的时候嫌多，你生的时候嫌少。35岁找工作，公司嫌你年纪大；60岁要退休，国家嫌你年纪小。80、90这两代人，算是啥玩意儿他都赶上了。我们俩80了，赶上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按照自愿弹性原则，妥善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巴拉巴拉巴拉。最近这个关于90后要上班上到65岁才退休的消息已经满天飞了。虽然说有这个辟谣，但是根据政策来看，肯定是要实施的。我们这代人可能都会赶上65岁退休这波浪潮。我看网上也有很多做这个政策解读相关工作的自媒体，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自愿和弹性。我在这里说一下，自愿其实就是通知，弹性其实就是必须。我看到很多网友，不管是在评论区还是自媒体，都在说延迟退休要上班上到65岁，实在是太痛苦了。可是呢，这个想法可能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65岁退休这件事情，本质上是你到65岁才可以领退休金，而不是保证你到65岁还有工作。所以说本质上也不存在你过60大寿的时候需要向领导去请假，你该过你的，开开心心的过，再过5年就可以领退休金了。60大寿过得应该开心一点。咱就是说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要延迟退休了呢？其实这个事儿要怎么说呢？就是养老金它不够花了。根据社科院的统计，在未来的10年，也就是到2035年的这个关头，我们国家的养老金可能就会耗尽。而在未来的这10年当中，还会增加3亿的退休人口。这3亿的退休人口就来自80、90后的父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做出相应的预测，是说在未来几年，随着中国的经济下行以及持续的恶化，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冲击养老金这个体系。所以说，根据种种迹象表明，留给我们去规划养老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长期以来，我们国家这个养老金的制度一直实行的是2套制度。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他们在职的时候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可是退休之后呢，可以领到之前工资的80%。所以说这一部分人的退休工资高度依赖财政补贴。企业职工就要惨一点啊，不仅要自己交，退休之后能领到的退休金也只有之前工资的40%。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在2014年启动了这个养老并轨制度。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4年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退休者月均养老金分别是2741块和2063块。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099块和3148块，两者差距扩大了将近1倍。养老并轨搞了10年，这个过渡期马上就要画上句号了，两者的差距反而是越来越悬殊，这公平吗？这不公平。所以说这个养老金的问题，它并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结构性冲突的问题。养老金体系的公平性不能得到保障，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要比企业职工退休金多1倍，而基数最广大的农民工退休群体每个月的退休金只有区100多块，而且这三者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有人可能会说，农民工兄弟也退休吗？他们不是有庄稼地吗？是呀，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执行的。农民工失业了，他都不叫失业，因为他有庄稼地；他失业了，他也不会被统计，还押上韵了，还押上韵了。第二个呢是养老金的历史欠账问题。这个历史欠账有多么严重，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本来替他们缴纳养老保险的应该是国企和地方的财政，可是呢后来就因为改制的问题，大的国企该拆分的拆分，该倒闭的倒闭，原来缴纳养老保险的实体都已经没了，那这一部分钱肯定是没有人去缴纳的。我这么说大家是不是有一点慌？养老金这个体系它本质上它就不是发育不良的问题，而是先天不足的问题。就是这样，国企和地方财政不仅不向这个资金池里面去注入资金，反而还存在挪用的问题。这个挪用个人账户的事儿也经常会爆出新闻，据说有上万亿的亏空，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这个新闻。养老金这个体系由3个部分组成，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差不多5亿人，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差不多覆盖4000万人，个人养老金差不多覆盖1100万，个人养老金开户超过5000万，但实际上缴存资金的人只占到20%，也就是1000万人，而人均存储的资金只有2000块。其中这个个人养老保险自推出以来呢，一直都不是特别受欢迎，因为自己要交钱，自己给自己发养老金，所以说增长非常的缓慢。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养老金体系不仅先天不足，它还发育不良。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你一开始就有亏空，再往后吃什么补药，它都补不明白。这也就造成了第3个结构性问题：现收现付，还入不敷出。2023年，中国新生人口是902万，出生率0.64%。2022年，老年人口抚养比达到21.8%，逼近发达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15.4%，超过了联合国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标准。看这些数据可能有点头疼，我们只要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的社会，但是它对我们的养老金体系有哪些冲击呢？就是说10年前5、6个年轻人工作供养1个退休老人，10年后呢，1个年轻人工作就要供养3到4个老年人。我们经常在财经新闻还有房地产相关的新闻当中听到的人口红利，说的就是这个事情。人口红利不光体现在产业结构上，也体现在我们的养老问题上。当人口红利消失的时候，就意味着1个人工作要供养好几个人。那你想想，这个压力对于年轻人来说肯定是非常恐惧的。随着劳动力和老龄化的此消彼长，加之我们前面所说的养老金历史欠账问题，当前所有在职职工所缴纳的养老保险立刻就会被挪用以支付退休人群的养老金。这就是所谓的现收现付制度，也就是当前所有在职的职工交进去的养老保险在账上都捂不热就会被挪用。可是这种挪用并不是可持续的方式，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这种现收现付的制度也会面临入不敷出的状况。其实最惨的还是现在的年轻人，也就是80、90甚至是00后上班的这些人，他们的赡养负担是非常重的。入不敷出又会面临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缴进去的有可能都养不起这些老年人，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缴呢？我们养了这一代的老年人，那我们老了之后年轻人会越来越少，我们又怎么办呢？这也就会进一步的恶性循环的样子，去降低年轻人参保的意愿。我们经常也会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看到一些大家的留言，比如说我看到有2个视频，一个是老年人跳舞的，另一个是老年人在公园那个步道上去爬行的，大家像蜈蚣一样往前爬，然后底下就有年轻人去留言说，是我的社保在爬吗？是我的养老保险在跳舞吗？看似是一种调侃的口吻，但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真相。说到这儿，大家都琢磨明白了吧？延迟退休本质上就是延迟养老基金池的给付时间，以时间换时间。一方面呢，延迟了领取的时间；一方面呢，你延长工作，你势必就要延长你交养老金的时间。养老基金池里面还能多储备一些资金。可是呢，这还是一种比较懒的方式。你延迟了给付的时间，那也只能从2035年耗尽的这个时间延迟到2040年。那么之后呢，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难题都要丢给后辈吗？都要依靠后辈的聪明才智？其实啊，这个延迟退休的方法也不是没有人反对。比如说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就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他的核心意思就是说，以现在我们社会大众的健康水平以及生产力，根本就做不到延迟退休的这个方案。就算见效果，也要有1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这10年的时间去做这样的准备。啥逻辑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让现在50多岁、60岁退休的人去重新找工作，他们能找到的工作大概率也只有3种。第一种呢，就是开个饭馆，卖卖早餐什么的；第2种就是跑个车拉个活；第3种进点货摆个摊儿。这就是中国的普罗大众能想出来的退休之后干的3件创收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产业结构和100年前的中国没有任何的差别。我们进行脑力工作以及创造力工作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大部分普通人在退休以后根本就没有办法再从事体力劳动以外的生产力活动，既不能保证健康，又不能提高生产力水平，那咋办？其实还是有办法的，专业名词叫做降本增效，我翻译过来叫做割肉。首先，针对公务员和事业编减员降薪，尤其是降低退休后的薪资待遇。刚才我们不是也说了吗？机关事业编的人退休金差不多都在6000块钱左右，这已经超过了普遍国民的平均收入。这么高的退休收入显然是不符合我们广大国民收入现状的。退休的人比上班的人拿的工资还高，那么请问谁还愿意上班？大家都想退休啊！现在市面上不也流行一句话吗？满大街都是活蹦乱跳的老年人和死气沉沉的青年人，还有想死不敢死的中年人，说的就是我们这种收入和分配不公平的现状。我们说回那个比较直接的降本增效的方法，截止2023年末，我国有公务员差不多700万，参公人员是1300万，事业编制3100万，临时工有4000万，合计超过8000万人，加上退休人员3000万，一共是1.1亿人。你敢想象吗？这1.1亿人才是我们真正的国家栋梁。针对这1.1亿的编制内人员，其实很多
地方也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说北京和上海已经针对公务员或者说事业编的人员降薪和减员，还有降低退休后的福利待遇。比如比较普遍的是教师、医生，还有一些边缘的事业单位的职工，他们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其实都是在下降的。这个降本增效的方法，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对吧？你钱少的时候你就少花点，降低自己的欲望；你钱多的时候你多花点也没有关系。对于全国性的养老基金池来说，你降低事业单位的退休待遇之后，显然是能够让这个钱多花一段时间。可是从根本上看，随着老龄化的快速到来，这种降本增效的方法其实也是权宜之计。未来10年，我国将会有3亿人面临着退休，这里面包括事业单位、企业职工，还有非常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以及没有出来打工的农民群体。平均算下来的话，每年退休的人口大概在3000万的样子。那你想，这3000万的人，每一个月每一个人要是按100块钱发退休金的话，一个月也就要30亿，一年下来就是300多亿，非常庞大的数字。当然，这只是一个保守的算法，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显然不会按100块钱的基数去发放养老金，而且企业职工的社保基数和农民的养老保险的基数还不断的在上调，也就是说你要多缴才会多发。你看，关于养老金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博弈，另一方面呢是普罗大众和事业编之间的博弈，最终呢这个问题都是无解的。所以要想真正解决养老金亏空的问题，还是得回到经济增长上来。养老金在过去连续上涨了18年，尤其是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月均6000块的退休金，本质上都是高增长的时代红利。随着时代红利减退，老龄化加深，又叠加着经济增长的放缓。我在之前讲房地产和负债的节目当中也提过，我们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说，随着时代红利的消退，老龄化的加深，我们能够解决养老问题的手段和策略实际上非常有限。人口老龄化这个事儿是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我们熟知的就是日本和韩国以及欧洲，大家对人口老龄化这个棘手的问题解决起来都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唯一的出路就是增加出生率。可是我们目前的出生率也不断的在降低，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叠加在一起，其实就是人口结构的问题。人口结构这个事儿本质上和数学是一样严谨的，它不会管你政府是什么样的人来操作，也不会管你这个经济体是面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它的结构在那里就在那里。或者换一句残酷一点的话来说，以人类目前的能力根本无力去解决人口结构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在人口不变的情况下，你每年需要支付养老金的群体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支付的养老金数额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呢，一边这个时代红利消失了，理应该把这个增长上去的养老金也给它拉下来。可是退休这个群体为国家做了一辈子的贡献，你要从他口袋里把这一部分钱再拿回来，我觉得这种牵动个人利益的事情是很难去实现的。俗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当人们习惯了养老金连年上涨的时候，你有一年不涨养老金，大家都会引起一片喧闹，更别说你要把他的养老金给它降下来，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了。根据国家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到2050）》中提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在2028年之后将收不抵支，年度缺口达到1181.3亿元，并在2050年扩大100倍，到达11.28万亿元。而养老金存余情况也不容乐观，在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之后，将逐年减少，并在2035年耗尽。要知道，社科院这份数据叫做精算报告，也就是说，它像银行的精算师一样，已经帮我们算好了养老金将会何去何从的所有状况。毋庸置疑的是，2035年我们就会迎来养老金不够花的情况，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命运一样。那么80、90上了一辈子的班，将来谁养老？我们自己交的养老金又能否在我们退休之后真真切切的花在我们自己身上？刚才我们也说了，关于年轻人和老年人退休金的这个博弈，名义上我们每个月所缴纳的养老金就是我们退休之后每个月所领取的养老金。可是在现实操作当中，我们每一个月交的这个养老金立刻就会被拿来付给当下退休的这些老年人，而我们退休之后每一个月领取的养老金将取决于下一代每个月所缴纳的养老金。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社保和养老金在跳舞，那么下一代的年轻人也会看着他们的养老金和社保在那里吃辣条舔酸奶盖。按照这个逻辑换算下来，今天的年轻一代，也就是我们80、90这一代，日后的养老金将和新生儿的数量高低直接相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养老金是否能够收支平衡，
衡，还牵扯到生育率的问题。现在刺激生育，就是为了保障将来的养老金足够花。说实话，作为这个社会当中的一员，我还是挺不想这么做的，因为你刺激生育，势必就造成有很多人生活陷入到一种当下就收支不平衡的状态，那他们的生活质量显然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生这么多孩子，只是为了我们80、90后去做一个非常充盈的养老基金池，显然不是那么的人道。对于我们80、90后来说，从小就已经接受了非常具有现代性的一种教育，我们早就摒弃了那种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显然是不愿意让孩子去承担我们的养老问题。可是现实又摆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生了孩子就要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因为我们的生存已经变得很难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生了孩子只是为了解决养老的问题，那在精神上又是一种折磨。所以你看，对于80、90这2代人来说，生与不生，在精神和肉体2方面都要受到非常大的折磨。你生吧，你现在就受折磨；你不生吧，你日后退了休你受折磨。但是从整个社会的维度去分析的话，正是由于养老金这种先天不足又发育不良的制度，才引发了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低欲望社会以及低生育率的现状。试想，当整个社会的养老压力都通过五险一金这种形式传导到年轻一代的身上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就是牺牲了未来年轻一代的创造力和生存空间。当年轻人已经知道了未来是什么样子，当我们也知道了我们要怎么样去坑害年轻人的时候，那实际上觉醒的人是不愿意生育的。我们不愿意生育的这个想法，又会进一步的去影响我们的人口结构，我们将会快速的进入老龄化和少子化，这其实是一个死循环，而且这种路径跟日本如出一辙。最后祝福各位自愿生育，弹性养老，别把自己搞得太累。如果喜欢这期节目，请帮我点赞、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收。